S 哲斯谈在开始之前，无始无终的宇宙、时间的维度和永恒的存在。S 哲斯简洁地表达了一个深刻的观点，关于宇宙和时间的本质。他说宇宙昨天将开始，宇宙明天已开始，指出宇宙在时间维度上是无始无终的，并且过去、现在和未来都存在于某种形式之中。这句话反映了一种对时间观念的超越，它暗示住宇宙不仅仅是线性的，而是包含了所有可能的时间点，无论是过去、现在还是未来。它可能在某种更广泛的存在层面上，超越了我们习惯性的时间观念。同时，这句话也指向了一种永恒的存在，暗示住宇宙是一个不断自我生成和循环的实体，无论时间的运行如何，它都存在于某个形式之中。总之，这句话是一种对时间和宇宙本质的思考，提醒我们超越狭隘的时间观，思考宇宙的存在和永恒性。这种观点可能挑战我们对时间和现实的传统理解，激发更深刻的思考。2. 时间、宇宙起源与意识的流变、科学、宗教及存在的探索。S 哲斯谈时间、宇宙的起源以及意识的角色，并将科学和宗教的观点进行了比较。他首先指出，过去的过去是存在于心理层面的，与挂在墙上的钟一样，时间的流逝是一种主观的体验。他强调现在是创造在每一刻发生的，时间的幻象本身也是在当下被创造的。S 哲斯批评了科学和宗教在探索宇宙起源时的尝试，认为他们都陷入了特定的观点。科学提出大爆炸论和能量转换的观点，而宗教则提供了神创造宇宙的观点。他指出，这两种观点都在追求一个客观的被创造的宇宙，但可能都难以解释存在的本质。S 哲斯最后指出，意识以一种尚未解释的方式从死的物质中显现出来。他暗示了意识和物质之间的神秘关系，这可能是一个超越科学和宗教解释的领域。总之 ，S 哲斯谈探讨时间、宇宙起源和意识的复杂性。它引发了对科学、宗教和存在本质的思考，并提醒我们这些问题可能存在住超越传统观点的深度和奥秘。3. 意识、物质与宇宙的神秘交织，一切万有的创造过程。S 哲斯阐述意识、物质和宇宙之间的深刻关系，提出了一种超越传统观点的探索。他指出，意识是创造物质的驱动力，每个原子和分子都拥有自己的意识，并且意识、物质和能量是一体的。他说，宇宙的开始是意识扩展的胜利，它将自己转化为实质的形式，就像意念转化为现实一样。S 哲斯声称，这本书的每个读者的意识在宇宙形成之前已经存在，但那时意识尚未凸显。他将读者的意识与宇宙形成前的存在相比较，将其比喻为梦境的状态。他将意识描述为无限的原创创造过程的一部分。S 哲斯选择避免使用神这个词，因为它可能带有宗教的含义。他用一切万有来描述这个创造过程，指出一切万有的创造者和被创造物之间几乎不能分离，因为每个被创造物都带有其源头的特征。他否定宇宙是机械性模型的想法，强调每个部分都自发地创造，并且知道其在整个结构中的地位。他不是说宇宙是某个心理机器的结果，而是强调意识的每个部分都是宇宙创造过程的一部分，宇宙以一种神圣的秩序落实，每部分带有对全体的知识。总之 ，S 哲斯提供了一种深度的思考方式，超越传统的科学和宗教观点，阐述了一种关于创造、存在和意识的不同角度。4. 宇宙的诞生与存在的神秘。S 哲斯的话语讨论了宇宙的诞生、目的和存在的深刻议题，以及如何在主观经验中找到一些暗示和证据。
他认为世界的诞生代表一种神圣的心理上的觉醒，每个参与物质宇宙的意识在地球形成之前都梦想过这样的物质存在。他指出，在更大的语境中，宇宙的形成和消失都是相对真实的，但更大的语境下，宇宙一直以某种状态存在。哲斯认为，在寻找宇宙的目的时，我们可以通过对于自己孩子成长的爱来找到了解。他将这种爱与对发挥能力的意图相连接，暗示宇宙的目的可能涉及让一切实现其潜能。他说，我们可以从我们最高的热望和最细微的行动中找到线索，这涉及到创造性的冲动。他提到，我们的生命和能量在每一刻都在被更新，我们不是被分配了固定的能量，而是在每刻都重新创造。然后哲斯提到了一种主观的证据，这可能无法以传统的科学方式证实。他提供了一些暗示和线索，让我们知道如何在我们自身的主观体验中找到证据，以了解更深的存在之奥秘。总之，这段话语引导我们思考宇宙的起源、目的和存在的意义。他强调了主观经验中的重要性，提供了一个深刻的视角，挑战我们传统的科学和宗教观点，鼓励我们从内在的感知中寻求更深的真理。哲斯进一步指出，我们的最高热望和最微小行动都含蓄地反映出创造性的冲动。他强调我们的生命和能量是不断更新的，与传统固定能量的观念不同，我们在每个瞬间都在重新创造。这种观点凸显了生命的流动性和不断变化的本质。此外，哲斯提到了一种主观的证据，虽然无法以传统科学方式证实，但可以在个人主观体验中找到线索。他提供了暗示和线索，引导我们寻找在内在感知中的真理。这个概念挑战了传统的真理追求方式，鼓励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自己和宇宙的关系。总之，哲斯呼吁我们超越表面，探索宇宙的深层奥义。他阐述了一种从爱、创造性和主观体验中寻找意义的方法，带领我们反思存在的本质，挑战我们的思维，并鼓励我们寻找更深层次的连结与理解。